你知道吗？2024年，中国公司在美股市场上融资的平均金额还不够在北京2环买一套2居室。中企赴美上市曾经是荣耀，是在全球市场讲好中国故事的终极象征。阿里巴巴、百度、京东那些响当当的名字，曾经在纽约敲钟时意气风发，仿佛中国资本即将统治世界。但现在，他们正被美国市场用脚投票，一脚踹出金融圈的核心地带。2024年，中国企业在美国 IPO 的数量创下多年来新高，但你知道他们募集到多少钱吗？平均不到700万美元。没错，这不是比喻。按照今天的汇率，连5000万元人民币都不到。对一个上市公司来说，这连请一波网红带货都不够，更别提搞技术、扩产能、还贷款了。更扎心的是，这些企业很多还不是正经公司，而是带有投机气息的快上市、快套现、快跑路的小公司。根据华谊信资本的统计，2024年赴美上市的中资公司中，76%的 IPO 募资额低于1000万美元。这是个什么概念？连一辆国产电动车工厂的生产线改造都支撑不了。Wind 数据显示，2025年截至4月，中国有28家公司登陆美股市场，比去年多了14家。乍看上去是繁荣复苏，但这28家公司一共才募了3.4亿美元，比去年同期的16.8亿美元直接跌了将近80%。数量多，金额低，是典型的人多了，汤都不够分的现象。美股市场已经不再热情欢迎中概股，甚至连象征意义都不再给。《华尔街日报》干脆写道：中概股与美国市场正在渐行渐远。这不仅仅是金融术语，更是一种现实的残酷切割。不光是融资少，更糟的是，有些中概股连脸面都不要了，直接在美股市场上上演拉高出货的骗局，割美国投资者的韭菜。华夏博雅，一个号称为中国大学生搞国际项目的公司，2024年12月，他们从30位投资者那里融了2100万美元，声称每股13美分，卖出1.6亿股，看似合法合规。但根据2025年3月的一份起诉书，这些投资者其实是骗子，他们联手用 Facebook 广告、WhatsApp 短信引诱美国人买入股票，然后套现跑路，骗了600人，总额超过4.8亿美元。纳斯达克终于看不下去了，在2025年6月3日暂停了这家公司的股票交易。这还不是个例，《华尔街日报》接连披露立翔教育、网班科技都是同样的路子， IPO 拉盘又多，砸盘跑路，投资者血本无归，公司一纸空文。深圳一家物流公司嘉裕达，2024年12月上市，这家公司股价从8美元一路飙升，然后在2025年4月1日瞬间跌到 0.35 美元，如今只剩 0.19 美元。这不是股票，这是刀片，谁碰谁流血。为什么这些公司能如此频繁作案？因为他们根本就不是在卖股票，而是在卖一个虚构的预期。超过半数的中概股都是通过微结构、可变利益实体的方式赴美上市，这是一种法律上的偷渡，避开中美监管要求，把真正的中国公司用开曼群岛空壳公司包装，然后上市。美国人买的不是中国公司的股权，而是开曼壳公司的合约权。这种设计本质上就是买了个做梦的许可，而不是公司的一部分。根据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的数据显示，截至2025年3月，286家在美中企中，超过一半是通过 V 结构上市。这意味着一旦出事，美国投资者没有任何实质保障，而中国监管方也根本不管这些公司的海外投资者死活。从阿里巴巴到拼多多，从小马智行到滴滴，整个中概股市场正在用金融幻觉掩盖实质衰退。
现在，美国监管层终于开始清醒了。2020年起，外国公司问责法开始生效，要求中国公司提供审计底稿，不合规的3年后必须退市。2024年起，这一政策开始集中兑现。《华尔街日报》报道称，2023年起已明确23个州的财政官员上书 SEC， 要求清退中概股。2025年5月，25家中国企业被2位重量级共和党议员点名要求强制退市，其中就包括阿里巴巴、百度、京东这些超级明星。理由也非常明确，这些公司与中国军方之间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，构成国家安全风险。而且，现在美国的退休基金、主权基金、养老金都正在慢慢撤离中概股，不愿再为中市风险买单。曾经能在美国上市，是中国公司走向世界的最高通行证。站在纳斯达克的聚光灯下，就是资本金字塔的顶端。但现在，中国企业被迫集体退场，一边是外资的冷漠，一边是北京的强控，一场悄无声息的金融撤退正在发生。我们都记得2021年滴滴上市的盛况，那是中国共享经济最辉煌的瞬间。滴滴以44亿美元的大手笔登陆纽交所，仅次于阿里巴巴史上最大中企 IPO。但仅仅几个月后，中国以数据安全之名出手调查滴滴，直接打残。在美国上市不再是光荣，而是风险。2021年之后，中国加大对中企海外上市的审批力度，特别是对大型科技企业、互联网公司、敏感行业等设下了隐形红线。只要触碰到数据、国家安全、信息出口等雷区，一律限缩，甚至强迫退市。滴滴只是开端。知乎、贝壳、小鹏汽车等平台或企业，在海外本来有强劲融资需求，却都被劝退或降速。在新监管框架下，所有计划赴美上市的公司必须先经过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审查，这意味着上市自由名存实亡。不仅如此，北京还在悄悄地保护某些优质企业，不让他们外逃。你以为国家在帮企业维护自主？错了，他只是在挑选哪些公司可以代表国家形象，哪些公司只能在国内死循环。有人说，不是没人想去美国敲钟了，是美国市场压根不想看了。极客汽车是2024年唯一在纽约证券交易所敲钟的最大中国本土企业，之后再无一家中资公司成功登陆主板市场。美股3大交易所纳斯达克、纽交所、美国交易所对中企的兴趣明显锐减，甚至传出有银行明确提醒投资人不要碰中概股。为什么？因为一旦踩雷，没人兜底。中国不兜，美国不保，企业又没有实际股权可控，这是一个3无资产、无保障、无透明、无未来。而更让人绝望的是，即便是最抗打的中概股阿里巴巴也快撑不住了。阿里是目前中概股市值占比最高的公司，占到整个在美中资股市值的 30%。可它最近1年在资本市场上几乎毫无存在感，分拆失败，回购止步，增长停滞，监管收紧，让这位电商帝国逐渐形单影只。连马云都开始频繁出现在国外，曾经马爸爸的光环也渐行渐远。美国正在用立法清扫中企。2025年5月，来自23个州的财政长官和金融监管官员联合致信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，正式提出中概股存在重大安全与审计风险，应启动退市程序。而这一切的背景是早在2023年通过的清除中国影响力联邦战略框架下展开的行动。各州正推进一项名为公共养老金排除敌对国家资产的立法，要求州级退休基金不得投资中国控制的企业。与此同时，2位共和党重量级议员，
穆勒纳尔与斯科特点名要求阿里、百度、京东等25家中国公司立刻退市。这些企业被认为与中国军事、信息控制、党政渗透密切相关，已经不只是财务问题，而是国家安全问题。这不是说说而已，美国已经有多家大型养老金管理公司明确表示，将在2025年下半年全面撤出中概股。一场系统性的国家级清退正在形成。10年前，华尔街把中国当成最性感的投资对象，今天他正转身投入 AI 和加密货币的怀抱。JL 沃伦资本创始人李俊恒说的直白，中概股的时代已经结束，哪怕今天再有阿里第二、腾讯第二，也没人买账了。因为中国经济已不是昔日风口国家，是监管高墙中的困兽，是失信而不自知的金融孤岛。过去，中国公司可以用高成长性包装故事，现在连造梦的皮都撕不下去了。你想象一下，2024年62家中企 IPO， 平均融资额不到700万美元。放在美国市场，这根本就是个笑话。但对很多中国企业来说，这可能是他们最后一次能从境外拿到美元的机会。这些公司不是在上市，而是在卖身。他们要么在上市当天疯狂拉高股价，制造热度，吸引散户，然后几天后直接砸盘出货；要么勉强维持交易流动性，等待一纸退市命令的降临。不得不承认，中概股不是被打败的，是被自己骗死的。从一开始的财务造假，到后来的合规漏洞，再到如今的政策强控，整个中概股体系本质上就是一个信任危机集合体。如今，连美国散户都开始自发组织排查中国公司黑名单， Reddit 上热帖中别碰 China 股已经成了共识。而中国那边呢，还在开会说要加强对中企海外上市的指导，还在制定统一口径叙事策略，还在推动资本市场讲好中国故事。对不起，美国不听了，投资人也不买账了。故事讲得再好，当你一次次割韭菜，最终只剩下黄土地和血泪史。